阿川站在拳房里，望着铜镜中的自己。他刚练完一趟拳，汗从额角滑下来，胸口还有些起伏。今天他练得很认真，每一式都想做到漂亮，手要圆，步要稳，腰要转，眼神要定。可是越练，他心里越乱，因为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越想把拳打得好看，身体就越僵，越想表现得沉稳，气就越浮，越想让师傅称赞，心就越不安。他转头问飘朋克：师傅，为什么我越想练好，反而越不像？飘朋克坐在门边，手里端着一盏茶，没有立刻回答。阿川又说：我看别人练拳，有的人架子漂亮，有的人动作标准，我心里就会想，我也要变成那样。可是我一想要漂亮，肩就紧了；一想要正确，腰就死了；一想要赢人，脚就服了。难道追求好也会出问题吗？飘朋克笑了笑，指着院子里一棵老树。那棵树不直，也不特别好看，枝干歪斜，树皮粗老。可是风吹过来，它只是轻轻摇动，根却稳稳抓在土里。飘朋克说：阿川，你今天问到根上了。世人一知道什么叫美，就开始讨厌不美；一知道什么叫善，就开始排斥不善。可是从那一刻起，心就被分成两边了。阿川一愣：分成两边？飘朋克点头：对，你心里一有我要漂亮，就同时生出我怕不好看；你一有我要进步，就同时生出我怕退步；你一有我要像高手，就同时生出我现在不够好。所以你不是在练拳，你是在跟自己打架。阿川沉默了，因为这句话正中他的胸口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很努力，可原来他用力的地方不是在身体，而是在心里。飘朋克放下茶盏，站起身来，慢慢走到阿川面前。你听好，天下很多事都是相对而生，有是因为有无，难是因为有易，长是因为有短，高是因为有矮，前是因为有后。你说一个人高，是因为旁边有人矮；你说这条路难，是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容易；你说自己进步，是因为你记得以前的退步。这些分别本身不是错，错的是人一旦被分别牵住走，就忘了根本。那练拳不是也要分对错吗？肩腹不对，肘坠才对；气腹不对，气沉才对；身散不对，节节贯穿才对。这些不是标准吗？有标准，但不可被标准绑死。初学拳，当然要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。肩不能耸，胸不能挺，腰不能硬，膝不能死。这些规矩是渡河的船，可是你若抱着船不放，上了岸还扛着船走，那船就变成累赘。阿川低头看自己的手，飘朋克伸手轻轻按住他的肩。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规矩，而是太想做出规矩。沉肩不是把肩压下去，坠肘不是把肘硬拉下去，松腰不是故意把腰塌掉，气沉丹田也不是用意念把气往肚子里塞。真正的沉是上面不争了，下面自然有根。真正的松是多余的力，放掉了该有的劲，自然连起来。真正的善不是做给人看，真正的美也不是摆出来的样子。阿川听到这里，忽然想到平常练拳时，自己常常会偷看别人。别人手比较圆，他就想让手更圆；别人步比较稳，他就想站得更用力；别人被师傅称赞，他心里就急。结果每一次急，身体就更不听话。飘朋克像是看穿他心里，继续说：所以圣人做事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忘做。他不是没有教，而是用不言之教。
什么叫不言之教？朴朋克没有回答，只是退后一步，摆出一个起势。他的手慢慢升起，像云从山谷里浮出，肩没有压，却自然下沉；肘没有垂死，却像有铅坠住；脚没有用力抓地，却像整个人长在地上。阿川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全房安静了，不是没有声音，而是所有声音都退到后面。风声、鸟声、衣袖声、呼吸声，都好像合成一条线。朴朋克收拾后才问：我刚刚说了什么？阿川愣住。师父什么都没说。朴朋克笑道：可你看懂了一点，对不对？阿川点头。我好像懂了，师父不是用嘴教，是用身体教，不是叫我模仿外形，而是让我看见那个味道。这就是不言之教。真正高明的教，不是把学生塞满道理，而是让他自己醒过来。真正高明的练，不是把身体堆满技巧，而是把障碍一层一层拿掉。万物生长，天地不会，每天站在旁边喊：快长，快长！春天来了，草自然发芽；雨水到了，根自然吸收；太阳升起，花自然打开。天地生养万物，却不占有万物，成就万物，却不说这是我的功劳。人若能学这一点，功夫才会深。师父，所以功成而不居，就是有成就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不是假装不在乎，而是不把成就拿来喂养自己的我执。你今天拳打好一点，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；明天被人一推倒，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这样你的心永远被高低牵住走。真正的功夫是今天好继续练，今天不好也继续练。被称赞不飘，被批评不塌，能做不夸，做成不拘。因为你知道，这一切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不是我的功劳，那是谁的？朴朋克指着他的脚。你的脚有地承住，又指着他的背。你的身有骨架撑着，又指着他的鼻息。你的气有天地给你，最后指住他的心。你的觉有本性照着，你只是把妄力放掉，把福气收回，把散乱归根。功夫不是你硬造出来的，是你不再妨碍它自己显出来。阿川听得心头一震，原来练拳不是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把那些多余的紧张、比较、急躁、贪功一点一点放下。朴朋克接着说，所以第二章讲的不只是做人，也是在讲练功。你越执住美，拳就容易变成表演；你越执住善，心就容易生出骄慢；你越执住进步，身体就容易被焦虑推住跑。你越想有，越怕无；越想高，越怕低；越想快，越怕慢。可太极偏偏不是这样练的。太极是有无相生，你看手上好像有动作，其实真正的劲在看不见的地方。你看脚下好像不动，其实跟里面一直在换，难易相成。你一开始觉得松很难，是因为你把松当成动作，等你练久了才知道，松不是加东西，是减东西。长短相形，你手伸出去，要知道后面有收；你身往前去，要知道后脚有根。没有后就没有前，没有收就没有放。高下相倾，你想上，先要能下；你想气上泥丸，先要气归丹田；你想手上有灵，先要脚下有根。音声相和，推手也是这样，对方一动，你不是硬抗，而是听。他的声音不是耳朵听，是皮肤听，是骨架听，
是气机挺，前后相随。你不能首先跑，身在后面追，也不能心先急，脚还没到。真正的整是前后相随，上下相应。阿川慢慢闭上眼，他想起自己以前每一次出手都想快一点、强一点、漂亮一点，可越想快越断，越想强越僵，越想漂亮越假。朴朋克说：阿川，你要记住，功夫最怕一个字，拘。拘就是抓住，抓住一次成功便生娇气，抓住一次失败便生怯气，抓住一个名相便失活路，抓住一个标准便失自然。所以功成而弗居，不是不要成功，而是成功之后不要住在成功里。你今天练出一点沉，不要到处说自己懂沉。你今天有一点气感，不要以为自己通了任督。你今天推手赢了一个人，不要以为天下人都不如你。功夫一住就死了，不住才会留。那天晚上，阿川没有再急着多练几趟，他只是重新站好，脚掌贴住，地膝微松，胯微沉，肩放下，肘自然坠。他不再想着要漂亮，也不再想着要被称赞，甚至不再想着自己到底进步了没有。他只是听住自己的呼吸，感觉身体一点一点安静下来。忽然他明白了师父说的话，人一旦太想成为好的自己，就会开始讨厌现在的自己；一旦太想变成高手，就会看不起还在路上的自己。可真正的修行不是拿一个理想的样子来逼迫自己，而是在每一次练拳、每一次呼吸、每一次起心动念里，看见自己哪里多用了力，哪里多了比较，哪里又想抓住功劳。阿川收拾时心里很平，他望着院子里那棵歪斜的老树，忽然觉得它不丑了，它只是长成它该有的样子。阿川低声说：原来真正的美不是摆出来的，真正的善也不是演给人看的，真正的功夫是做了沉了，然后不把它抓在手里。因为不抓，功夫才不会离开；因为不拘，道才会一直流下去。